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每一位属于神的孩子回到神的家中。耶稣在12岁的时候，他到神的殿去，那他在那里他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象，当天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心有多么喜悦？哇，我的孩子他12岁，他了解我是他的父，他要以我的事为念。我相信在我们教会有许多人，神也在等着你，好像耶稣一样，到这个地方来说这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阿们。所以你来鼓励旁边的人，对他说：今天我是为了耶稣而来的。阿们。在你的周报里面有夹一份更新，还有一个奉献袋。那这个礼拜是非常特别的，因为这是教会年历的最后一周，所以其实我们是要过新年的。从下礼拜开始是待降节期，我们会以点蜡烛来开始迎接耶稣的来临。那耶稣的来临不只是圣诞节他来过，他还要再来一次。所以待降节期有4个礼拜，第5个礼拜圣诞节，这5周不仅是预备耶稣第一次再来，也是预备耶稣第2次来。阿们。所以今年的最后1周，在教会历里面就是今天，因此你有一个奉献袋，可以向神献上1整年他对我们供应之后，我们回应他的感恩。但是你不要急着放钱进去，因为我希望你在听完讲道以后，更认识感恩奉献的意义，那你的奉献就会成为非常有祝福、有能力。所以今天讲道完有2分钟的时间，你会闭上眼睛，那你来问神说：神，你要我放多少来回应？你要我放多少？所以现在先不要放，等一下你会放。那今天周报里面，如果有人的更新是像我这样倒反的，那你是非常有福气的，因为这表示是夜使夹的。那如果预备好的话，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在今天讲到一开始，也是我们今年教会年历里面最后一个主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在身心灵软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知道刚刚高牧师他因为身体衰弱，所以他到埔里打点滴。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许多弟兄姐妹他们在身体健康上遇到许多的难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会紧紧的跟随他。但我们也求神他极大医治的恩膏临到我们教会，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年日在这地方来做他的见证。我们一起为着我们所想到每一个你知道他的身心灵需要我们的代祷的人，我们一起为他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也期待神来应许这个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神，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教会成为健康的教会。主，让我们教会不只在灵性上是健康的，在心灵上是健康的，在身体上也是健康的，让我们的情绪上也是健康的。求你帮助我们，不会轻易的受到人的伤害，因为我们的心是健康的。无论有什么话语临到我们是健康的，可以来抵挡这个话语。无论有什么病毒临到我们的身体，我们是健康的，会让我们的医治临到我们的身体来抵挡它。主来帮助我们强壮，主啊，让我们从头到脚都是强壮的。主啊，让你医治的恩膏现在临到那一些在血压上面需要医治的人。主啊，在血糖上面需要医治的人，在神经系统上面需要医治的人，在肾脏疾病需要医治的人，主啊，在呼吸系统需要医治的人，主啊，在消化系统需要医治的人，可以特别临到这些人来医治我们，让我们从里面到外面都活出你健康的样式。现在你的圣灵的能力从天而降临到我们当中，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释放医治的恩膏临到在场每一个人，从头到脚来感觉到主你圣灵的力量以及你同在的温度。谢谢你主，谢谢你那么爱我们。
让我们有机会透过被你医治，再一次有机会在街坊邻居在这个土地上见证。现在我们预备聆听你的话，求你来打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听见你；打开我们的心，使我们感觉到你。这是你的时候，这是你的地方，这是属于你的百姓。求你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有力量照你的话去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跟旁边的人说，今天的讲道是为你预备的。上个礼拜一，我们教育组的同工在慧凡执事的家开会，讨论明年度物色教会教育组的事工计划。当然，我们决议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但是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不只是开会的内容。对于玉明执事来说，他印象最深刻的大概是那天的晚餐。他指定要吃牛肉面，然后美云姐就去 IKEA 买了一个很大的碗，所以他那一天吃了很大碗的牛肉面，那个碗跟他的胸膛一样宽。他礼拜一晚上吃了，一直到礼拜三还觉得很饱。另外还有一个你绝对不想错过的插曲。梨化问慧凡执事，当初是怎么认识美云姐的？他一听见这个问题，即使美云姐在旁边不断说：“李慧凡，你不要乱讲哦，你不要再说了哦。”慧凡执事依然侃侃而谈。在他们精彩绝伦的浪漫历史中，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慧凡执事在当兵的时候，每天都写一封信给美云姐。每个礼拜趁假日的时候寄出去，每次寄出去都有将近10页。重点是这些信之后都被他们的儿女偷看。为什么我对这个印象深刻呢？因为我和我妹妹小时候也常常偷看我爸爸妈妈互写的信。许多孩子他渴望去看父母留下的东西。身为一个父亲，我意识到我必须给孩子最好的陪伴和榜样。我的形象必须像是天父一样，以至于我的孩子想到我，就会认识天父是什么样一位神。问题是，我的孩子不会随时随地看到我，他会去上课或求学，他会长大去回应神给他的呼召，而我也必须完成神给我的呼召，不能够一天24小时跟他在一起，甚至有一天，神会呼召我回天上的家。那个时候，我的孩子看不见我，看不见像天父一样的形象，那么他还能看见什么？答案是，他会看见我留下的著作。有一天，他可能会偷看我写的情书，或是有一天，他可能会上网搜寻父亲的名字，看见父亲的形象或文章。他可能会看到许多讲道片，知道他父亲的信仰坚持是什么。他甚至会发现父亲电脑里的牧会日志，知道每一天父亲用什么样的方式忠心于神的呼召，建立神的教会。孩子会渴望看见父亲留下的东西，并且一颗为父的心，也必定会开始思考他想要留什么给他的孩子。我们的天父是创世以来最完美的父亲。他当然也有为我们这些孩子留下宝贵的产业。如果是这样，他到底留下什么给我们这些孩子呢？答案是，他留下了他的著作，也就是他的话语。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第16到18节告诉我们：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谨守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这段经文明显告诉我们，他给我们这些子民、这些孩子话语，这些话语称为律法、诫命、律例、典章。无论我们怎么称呼这些话语，这全部都是天父留给我们的著作。他期待我们喜欢看，每次看就好像能从里面看见他，看了以后照着做，就可以感觉自己越来越像他。
而且距离他非常非常靠近。因此，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心情仔细看1到11节，我们会发现这段经文的主题，虽然谈到了以献上出手的土产，也就是献上第一批收成的农产品这样的方式来作为感恩奉献，然而这段经文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就是不断重复强调一句话：耶和华你神。耶和华你神这句话，在1到11节里面出现了8次。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样出手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祭司就从你手里取过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神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向耶和华你的神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一切的福分欢乐。换句话说，神期待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不要只剩下例行公事的外貌，要记得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耶和华你的神。进一步来说，透过耶和华你神这5个字，神盼望百姓能了解自己的身份，在神面前已经改变了。以前在埃及寄居当奴隶，现在却是属于神国度的子民。奴隶并不需要奉献，因为奴隶只有接受人家为他奉献的份。但现在这些百姓已经不再是奴隶了，他们拿了出手的土产来到神的居所，以奉献表明了自己属于神的国度这个身份。这时候，神成为他们的父，他们也成为神的儿女。他们的奉献明确地表明他们的归属。神的百姓除了以奉献表明自己的归属以外，第11节这样说：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为什么他们欢乐呢？为什么把感恩奉献拿出来是一件快乐的事呢？根据尼希米记第8章的记载，可以找到这欢乐的原因。那时候，神的百姓预备好要在7月有一连串的庆祝。那个月有吹角节啊、祝棚节这些节日等等。如果你有来查经班，就会非常清楚，这是耶和华要与他百姓欢乐的时刻。问题是，尼希米那个时代，他们在吹角节的时候笑不出来。当神的话语被宣读以后，他们全都哭了，他们哀嚎，撕裂心肠。他们哭，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话来领受祝福。他们哭，因为他们发现自己没有遵守神所吩咐的话，犯罪而受苦，甚至毁家灭国。以斯拉安慰百姓，鼓励他们不要哭，反而要喜乐，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原文也可翻译成耶和华的喜乐，也就是神自己的喜乐。弟兄姐妹，神是喜乐的吗？是的。当他的百姓悔改哭泣，遵行神的话语，爱神，在乎神的时候，神是喜乐的。神是忧伤的吗？是的。当他的百姓一意孤行，不遵行神的话语，不爱神，不在乎神的时候，神是忧伤的。今天神对我们雾社教会是喜乐的，还是忧伤的？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神的儿女，我们就会珍惜他留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会拼命去理解圣经，我们会100%遵守，来表达我们对他的在乎。这时候，神就会因为我们而喜乐，而他的喜乐之所以能够成为我们的力量，是因为我们在乎他的心情。感恩节的奉献，如何会是喜乐的时刻？
不仅是因为你透过奉献来确定自己身为神儿女的身份，更因为你透过遵行他的话语来看见他的喜乐。如果这个奉献也表明了你想要遵行神话语的决心，那么这就是能够让神感动的感恩奉献。感恩的节期，不仅表达自己已经脱离奴役，拥有神儿女的身份，不仅表明愿意遵行神话语的决心，来活在他的喜乐里。感恩节还有另外一层深刻的意义，在12到13节提到，每逢3年，就是10分取1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1/10，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们已经教导过，我们收入的1/10是神的，是当纳的。当你将收入的1/10给神，这并不是奉献，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纳11，我们就是在窃取神；如果我们纳11，神就打开天上的窗户，使我们的人生拥有一个敞开的天堂，领受无处可容的福分。然而，刚刚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理解，以色列人除了按时纳10以外，他们还会进一步每3年一次拿出另一份1/10，来帮助全职服侍者、出外寄居者与孤儿寡妇。换句话说，我们收入的1/10是属于神的，然而扣除了那个给神的1/10以后，我们收入还有一部分是要分享给人的，特别是那些穷困的人。我们的收入有一部分是属于穷人的，这代表什么意思呢？这表示神拯救我们脱离奴役，不仅是让我们拥有他儿女的身份而已，神还要拯救我们脱离奴隶的心态，进一步成为这块土地上真正负责任的主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奴隶，我们当然不会纳11给神，因为我们并非拥有金钱，而是让金钱拥有我们。你要知道，神不反对你拥有金钱，乃是反对金钱拥有你。如果我们是一个奴隶，我们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所得有一部分是穷人的，因为奴隶在苟延残喘中，只能先管好自己的肚腹，先扫干净自己的窝，看到土地就压榨，看到好处就抢夺，为的是把自己奴隶的心态包装的体面一点。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可以发现，亚当被授权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当神创造了人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在这里的管理是君王专用的动词，真正的君王、真正的主人、真正的领袖、真正的父亲，他有一颗保护、照顾、承担、负责的心。反而，窃盗和奴役的心态，促使人不再规划长久之计，贪眼前的便宜，蹂躏土地，抓取蝇头小利。弟兄姐妹，你里头有没有这种窃盗或奴役的心态和思想？总是觉得自己很贫穷，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觉得必须斤斤计较才会避免损失。觉得守安息日或参与聚会和服事就会少赚很多钱，少享受很多自己想要的福乐。你必须知道，奴隶是没有办法领受产业的，奴隶只会得到刚刚好够用的东西，因为奴隶只需要满足自己。但是土地的主人不同，神的儿女不同。身为神的儿女来继承神国度作为产业，我们需要拥有很多的资源。我们必须成熟长大，来继承神国度庞大的产业。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赋予一种追求自我满足的人生。
我们的使命是改变这个世界，让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你里头有奴隶的心，还是儿女的心呢？你总是得到刚刚好的供应，还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呢？神透过罗马书8章15节对我们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隶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我们的天父非常希望你能清楚知道，你是他的儿女。从你的收入当中拿出一部分来满足身边的需要，对你而言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你不是奴隶，而是儿女。感恩奉献的另一层意义是表明，你一生不只是满足自我私欲而活。当你拿出感恩奉献，是表明你承担了一个建造神国度的呼召，要成为这个应许之地的主人。你会愿意长大来承担更多责任，也会照顾你眼睛所看见的需要。阿们。来到今天讲到的最后，让我们来看《申命记》26章最后一节经19节这样说：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不见得非常了解天父是怎么想他们的。如果你不太确定天父是怎么期待你，这节经文告诉你，他渴望看见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你会常常被赞美，你的名字一被说出就会令人羡慕，你所到之处就会受到当地人的尊重，你会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当神这样子期待我们的时候，他没有打算说说而已，他知道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身体与心灵早已蒙上无法抹除的阴影和灰烬，我们成为罪的奴隶，没有爱慕神、顺服神的力量。于是他差派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天父圣洁的国度，使我们跟他一样成为神的后嗣，一起继承产业。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就能拥有这一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让自己成为这一条道路，到底要带我们去哪里呢？耶稣要带我们去的就是天父那里。我们在天父面前，那时候，让他会再一次对我们说：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我们因着耶稣就有力量和勇气，以阿门来回应。亲爱的弟兄姐妹，就在耶稣为了赎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之前，他说了这样的话：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们若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耶稣说的这些话，会不会就是感恩节最终极的意义呢？我们有机会在今天献上感恩奉献，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天父的儿女。透过奉献来表明遵守他话语的意愿，并且活在他的喜乐里。我们有机会在今天献上感恩奉献，因为我们成为天父儿女之后，依然渴望继续长大成熟，来继承国度的产业，负责任与神一起管理他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看见每个需要去满足他。如果我们是这样的态度献上我们的感恩奉献，那么耶稣会知道，我们不只是懵懵懂懂的信徒，更不是他的仆人，我们会成为他的知心朋友。我们领受他的话语之后，我们会照着做。
我们还会跟他一样成为天父可以托付的儿女。每一个礼拜夜时从台北回到雾社，我都会找一个时间抱着他，跟他说：夜时，爸爸爱你；夜时，天父爸爸也爱你；夜时，你要做主耶稣最好的朋友。容许我在最后也能够对你这样说：雾社教会，我爱你；雾社教会，天父爸爸也爱你；雾社教会，你要做主耶稣最好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再一次，神不要我们懵懵懂懂的献上的感恩奉献。我知道每一年你都会在这里，在年底的时候献上一个感恩奉献，但今年不一样。你要用奉献来表明你身为神儿女的身份。你爱他的方式就是遵守他的话，去看见他的著作，然后遵守他，这就是你爱神的方式。当你奉献的时候，你有这样的决心。第二个是，当你奉献的时候，你不是成为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你会长大成熟，继承天父的产业，跟他一起管理这个土地，满足每个需要。这就是你回应他呼召的方式。透过你的感恩奉献，你做这两件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耶稣知道你是他知心的朋友。因为你所做的就是他从天父那里吩咐你。他说：如果你领受他的话，又照着他的话去做，就是爱他。你不是他的仆人，你是他一起共患难、完成呼召的好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有2分钟安静的时刻。你用默祷来回应今天神的话语，你也来问神：神，如果感恩奉献的意义是这样，请你告诉我，我今天要奉献多少？我今天要奉献多少在你面前？求神给你一个数字，让你知道他对你的期许。或许你期待你每一次都要奉献很多，因为你觉得教会很弱小，你要来帮助教会。我想告诉你，神的教会不会因为没有你就会倒的，不会的。你的奉献是要来回应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要为了拯救教会来奉献，也不要习惯性只是给神小费，觉得自己很缺乏，因为你不是奴隶，你是神的儿女。所以或许等一下你得到的数字会比你想象的多，或比你想象的少。但你就凭着你的信心，甘心乐意的向神献上你所要给他。在2分钟之后，我们会一起敬拜。我们在敬拜的最高峰来进行奉献。所以现在是你默祷的时间。2分钟以后，如果你听到钢琴的声音，我们就一起来敬拜神。
上感恩，因为我们能够来在这里感恩奉献，是因为耶稣为我们成就这么伟大的事情，来帮助我们脱离奴隶的身份跟奴隶的心态。所以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首先是给他一个最真挚的敬拜，来对他说我们真的是爱他的，我们要学习向他。如果预备好的话，我们一起来唱。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
快的学一首新的歌。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大声来唱这首新的歌，来对耶稣说：主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是因为爱你。3个同伴来对他说：“耶稣配得你给他最好的。”